大家好，我是财先生，欢迎来到财商成长频道。今天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大概可以知道你的思维是属于穷人思维还是富人思维。首先，贾先生对钱的观念是避免借贷，努力工作赚钱、存钱，最后才花钱。乙先生则是借钱来用，再赚钱，最后才存钱。我想问大家，你根据你的思维认知，你觉得自己是哪一种思维模式呢？如果你的思维是贾先生的思维模式，那么恭喜你，这是典型的穷人思维。相反的，选择乙先生的朋友们就拥有富人的思维了。这边是不是颠覆了你的价值观和金钱观呢？我先强调一点，我不是叫大家从现在就开始去借钱。我想表达的是，不要认为借钱就是不好的事情，这样的人是无法成大事的。事实上，很多有钱人都是跟银行借钱出来用，赚更多的钱之后，但是富人不会急着还款，通常富人会用资产、公司做担保，所以相对利息很低。他们账面上虽然都是负债，欠银行钱，但是私底下是赚很多钱的。可以说，穷人辛苦赚钱，再把赚来的钱存进银行，富人透过银行贷款，将穷人的钱借出来买穷人的时间，让穷人为富人工作，这就是真相。好了，那我们回到刚刚的问题，穷人和富人用钱的顺序模式是不一样的，差别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些很重要，在影片后面会有详细的解答。而现在很多人都想要达到财富自由，但是他们没有财商思维，因为他们的父母没有教他们，学校老师也不会教这种东西，导致了他们的认为钱是很稀缺的东西。其实啊，如果你认为钱是很稀缺的，那么你心里面就是匮乏的。而如果你心里面是匮乏的，你与财富自由就会无缘了。因此，今天我想让大家知道一个概念，叫做潜意识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你对待金钱的看法。我希望在这里教大家如何用潜意识改命，把穷人的价值观修正过来。我告诉你，只要你把这部影片看到最后，认真的把内容都听懂了，你除了可以成为一个富人，你还可以达到财富自由。从此你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不需要再花时间追逐金钱了。顺带一提，这个频道是提升大家的财商思维，请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你将不会错过财富的秘密，并且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那么我们进入正题。首先，富人和穷人在思维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，因为这个世界大多数人都是上班族或打工的，没有接触过创业，对他们来讲，这是一个未知的领域。就像我前天运动时遇到了一位中年大叔，他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，就把我当成一个普通的年轻人。言谈之中，我们聊到工作、创业的话题。他说我们这些年轻人没钱是不可能创业的。他奉劝我还是老老实实上班。他还说他看过很多像我们这样出来创业的年轻人，最后都失败回去上班了。他认为我们这些年轻人只会做梦，还叫我要老老实实的好好上班，争取升职加薪，说他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，从大学毕业做到现在40多年了，得到公司的重用，让他买得起房子，还买得起车子。当时的我笑了一笑，反问他，那你现在有钱了，为什么不去创业呢？他就告诉我，他现在有房有车，薪水稳定，为什么要冒险创业呢？创业万一亏了怎么办？我就跟他说，帮别人打工才是最大的风险，老板随时说裁员就裁员。但他似乎听不下去，不耐烦的就走了。这位中年大叔不知道，他面前的我就是白手起家的创业者。我一个月的收入比他1年的年薪都还高，不是炫耀。我想说的就是因为没钱才需要创业。创业不需要钱的，创业是白手起家，只需要具备3种要素。后面我们再聊哪3个要素。那如果我们今天有钱，就不需要创业了，直接投资就好，直接当投资家。回到这位中年大叔，你看他的思维逻辑是这样的。首先，他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成功和有地位的人了。这个想法虽然听起来很合理，但我想说的是，创业成功的人其实多不胜数，只是他没有实际跨出舒适圈去做，也没有机会接触到创业的人罢了。他接触到都只是那些跟他一样老实上班，乖乖的等老板高兴了，给他加一点钱而已。所以改变思维很重要。
只有思维才能影响行为，行为造就结果，才能改变命运，真的是这样的。我告诉你，其实所谓的改命只有2个办法：第一，改变自己的思维；第二，改变自己的环境。第一，所谓的改变思维，并不是久久看一次相关书籍就以为可以改变思维。今天要改变思维，必须要常常吸收，反复的听取，才会慢慢的内化改变。就好像改变一个习惯一样，要持之以恒的去做，才会养成一个习惯。第二，为什么环境很重要？今天你接触到什么环境，你的认知就到哪里。如果你认识的朋友都是出来创业的，你会觉得创业就是一件很平常的事。在这种环境下，你也会跟着去创业，因为你身边每个人都是创业起家的，你有人脉，而人脉就是钱脉，自然就能赚到钱。而那个中年大叔，因为他的生活环境决定了他的思维，加上人们对未知的领域是恐惧的，不敢踏出舒适圈去行动，因此他这辈子差不多也就只能这样了。那有的人就会说他自己也没有这样的环境和人脉，怎么办呢？举个例子，马云创业的时候也是没钱，李嘉诚创业的时候也是没钱，那第一桶金都是空手套白狼来的。如果你觉得你不喜欢听这个词，没关系，换个词叫白手起家，意思是一样的。我举个例子，这个案例如果听懂了，你的人生真的会从此发生彻底的改变。你这一辈子创业再也不需要钱了。创业和投资完全是2件事，创业就是没钱，所以创业。如果我今天有钱了，我根本不需要去学习怎么创业，我直接投资就可以了，我直接进入 I 象限多好啊！虽然创业不需要钱，但是你必须要有这3个要件： 1. 能力， 2. 项目， 3. 资源。有了这3个要件，那就可以创造出来钱。我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案例，房子要装潢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去找统包。那这个时候，如果你有一点基础的装潢知识和工班的人脉，你就可以去当统包，一场下来赚个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。你看，统包本身自己没有拿钱出来做，他跟业主收钱后，扣掉工班的工资，剩下的就是他的利润，这就是空手套白狼。其实中介也是空手套白狼的一种，这里就不讲太多了，免得得罪太多人。以后有机会再成立一个群组，那里可以讨论更高阶的财富思维、厚黑学等等之类的。回到正题，首先你的装潢知识就是你的能力，统包就是你选择要做的项目，工班就是你的资源人脉。那有些人说我没能力、没项目、没资源怎么办？那你可以去找这3种人，把他们整合在一起就好了。普通人认为创业就一定是需要资金、人脉、关系背景等，其实会赚钱的人根本不用任何资金，只要整合这3种要件，就可以空手套白狼。这里我要稍微解释空手套白狼真正的意思，让大家走出误区。有些人把它看成一个旁门左道的手段，所以一提到这个，可能有的人就反感，然后就鄙视、排斥。其实通俗的说法就是零成本创业，白手起家，或者用最低成本创造最大的效益。用科学的语言来讲，就是通过精心策划、独特的创意、完美的执行，在不违法的情况下，实现低成本、高收益的商业赚钱模式。很多人对于空手套白狼存在一个误区，认为空手套白狼就是什么都不付出。空手套白狼也是需要付出的，就算你没有付出金钱的成本，你也花了时间和精力成本。空手套白狼，大家都把它当成一个贬义词对待，其实用极低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效益，这也是一个本事啊。其实真正会赚钱的人，他们都会空手套白狼，因为智慧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，赚钱自然水到渠成。或许你换10-20年的时间都摸不着道，但是你可以学习财商思维，或跟着成功人士的脚步走。只要你看懂了这些高手他们的一招一式，那么你在创业赚钱的过程中就能触类旁通，举一反三。就像三国时期的草船孔明借箭，也是空手套白狼。大家有空可以去翻一下历史。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趋势，趋势就是财富，趋势就是资产。大家知道商人怎么赚钱吗？商人就是把产品从左手卖到右手，从古至今以来，这就是经商的本质，从来没有变过。这里我举中国为例，以前中国把南方的东西卖到北方，北方的东西卖到南方，赚这个讯息差。
后来中国慢慢的贸易发达了，价格透明了，没有差价可以赚了，这时候怎么办？举个真实的案例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全球的流行趋势都是先从欧美，再到日韩，再到港台，最后到大陆。但是后来阿里巴巴的出现，让商品一夜之间透明化了，没有价差了，可以赚钱的讯息透明了，怎么办？以前就是把产品从左边卖到右边，卖的是产品本身，现在从东边卖到西边，卖的是商业模式。就这么说吧，为什么要鼓励大家出去走一走，看一看，拓宽自己的领域？这样你才会知道现在的趋势是什么。早年中国很落后，为什么我们那么多台商，那么多的港澳台的商人和美国的商人愿意去投资中国？因为他们站在美国，他们不知道美国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怎么走，但是他们来到中国，一眼就能知道未来中国会发展成什么样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你可以穿越时空，穿越到以前的年代，能不能赚到钱？哪只股票会涨，哪个房子会涨，你都知道了，你随便做都会赚钱，去做就是了。那请问我们人能不能穿越到过去呢？你现在去到东南亚，那就是当年的中国嘛。你再把赚钱的模式搬过去，随便做都能赚钱啊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趋势将会成为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资产，趋势将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财富。谁掌握了趋势，谁就掌握了未来。最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给我，只要今天的影片对您来说有帮助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点，我就认为有价值了。那么如果您不想错过任何关于财富思维、达成财富自由的免费讯息，我还是呼吁您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并且按赞及分享这部影片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朋友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我们下部影片不见不散。